徐302次武魂觉醒，竟然都与江南南有关。很多人都知道霍雨浩最后能够成神，他多次进化的灵眸武魂立了大功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同为史莱克7怪之一的徐30，同样进行过2次武魂觉醒，并且这2次觉醒都与江南南有关。点赞视频可是给予小红最大支持。首先就是第1次武魂觉醒，徐30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，虽然他素质低下，但他的来历可不一般。他来自斗罗大陆的玄冥宗，而这玄冥宗的血脉觉醒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，那便是要与异性相结合。那时的江南南由于母亲重病，急需钱来给母亲治病，因此答应了与玄冥宗的交易，前去与徐30结合，来帮助他完成仪式觉醒武魂。那时的江南南显然不是自愿的，虽然这是一场交易，但他还是无法克服内心的恐惧，与之相对的。本心善良的徐30也是看出了江南南的不情愿，因此并没有完全与之结合，而是进行了一半的仪式，因此他的武魂并不完整，其中的神兽血脉甚至没有被激发出来。但即使是这种情况，拥有不完整玄武盾武魂的他，依然是史莱克学院的顶级天才，更是拥有着永恒之域的称号。接着就是第2次武魂觉醒，正如之前所说，徐30没有与江南南完成仪式，因此他武魂之中的神兽血脉并未觉醒，但在仪式之中，他也是爱上了江南南，并且一直在追求对方。江南南其实在了解过徐30之后，也知道了他的温柔，所以他也有着很大的好感，但先前的经历如同一道阴影在他心头挥之不去，他也一直不愿意接受徐30。直到魂师大赛上，江南南遭遇生死危机，关键时刻徐30神兽血脉觉醒，那纯正的玄武之力让同样拥有神兽血脉的萧红尘都感到可怕。这就是玄武，而也正是因为徐30这次的舍身救人，让江南南的心房被打开。而且玄武觉醒状态下的徐30，一切魂技都会附带神兽烙印，和史莱克学院这边的兴奋截然不同。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学员们一个个都目光呆滞地盯视在台上，突破了武魂封印的徐30也变得有些不同了，他的身材更加的高大魁梧，连声音都浑厚了几分。当然即使是这2次的武魂觉醒，徐30的玄武盾依旧是不完整的，即使在后来江南南与徐30成为了情侣，他们心中依然有着心结，这心结的存在让徐30的武魂无法完整。直到后来乾坤问醒谷之中，他的行为打动了江南南，并且最后2人彻底结合，徐30的武魂得以完整成为了真正的玄武盾，但这次并不算武魂觉醒，只是让他的武魂彻底完整而已。事实上徐30也是有着大气运之人，在后来霍雨浩举行魂灵仪式时，竟然意外得到了一只年份很高的黄金玳瑁，这还是10万年级别的，而徐30也是借此机会让自己的武魂更上一层楼。你觉得以徐30的实力，在2代7怪中排第几呢？欲知后续，点个订阅。小红下集继续与你分享。